好，今天就军事面，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一些新的武器。等一下会一起来看到几款重要的武器，包括了歼35蓝鲨上舰，再来另外一款就是076要变准航舰吗？另外还会来关心到的是高超音速飞弹跟。中国大陆解放军特别寄出了14件，现在在南海这边被形容是针对于这个美日菲他们的肩并肩演习来下饺子，做一个包围战。那么中美接下来在第一岛链正面碰撞，谁能掌握制空跟制海权？今天在军事的议题上，我们会一次的做一次比较详尽的解析。我们现在赶快来看到美日菲的军演，这一场是肩并肩，声势是号称史上最大的。但是解放军呢，刚刚我们讲了嘛，也寄出了许多的武器，不甘示弱。今天特别来看到的是这一款歼35哦，又有这个蓝鲨的命名的这个称号。那么呢，它象征是从研发正式的跨境到之后会来做量产跟作战整合的一个关键一步。它具有哪一些很重要的战力呢？来看一下它的小档案，包括具备逆踪的设计跟弹射起降，而且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是说，它可以跨3航舰吗？真的吗？在上面来做部署，这当中包括了辽宁号、山东号跟未来的福建号吗？再来看到内部了，他说他这个内置有武器舱，可以放不管是短程、中程跟一个比较超远程的飞弹。再来呢，针对于对地打击，可以进行这种比较精准的打击，而且最多可以达到4枚500公斤的这个穿透弹。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做这种威胁的空域制空跟远程的精准打击等等的能力。蓝鲨现在说上舰还可以做这种跨航舰的一个部署成型，真的吗？中国大陆的第5代可以说的它的舰载战机实战的能力到底如何表现？干哥怎么看？好，经过1年的这个密集的训练哈，在福建号上的歼35，终于我觉得他现在释出这个讯息，代表说他可能真的可以成军了。不过我说句实在话，在一般的单一的品项的飞机的研发哈，尤其是航空母舰上面的飞机，没有超过10年的研究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到底是进度超前，还是说他们释放出了一项正面的讯息？如果他真的能够完成部署的话，对于中国海军而言，那是划时代的进步，这一点一定要给他掌声。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所有的训练都不是凭空可以得来的。歼35它面临很多技术关卡啊等等。我们先来讲它的特性啊。这架飞机从头开始你一看它具备有相控阵雷达，也就是说它的观测距离、探测距离。它可以达到好几百公里远。那驾驶员坐在里面的时候，他就是跟 F-35一样，他完全是用态势来感知到我身边周遭有什么，我手上有什么，我能打什么，什么是我打不到的，电脑马上就告诉你。它不再是像以前我们传统越战的那种 F-4幽灵式战机，或者是现在波斯湾战争的 F-15战斗机。上去了之后要跟僚机通讯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在哪里，如何，因为它有全球 GPS 定位系统。那我们呢？我们用北斗系统，北斗系统照样会告诉你现在南海发生什么事情的，你几分钟能够到，然后你如果到不了，你要派谁去？你要派我们的核子潜艇去吗？还是派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友邦或孟加拉友邦基地上面的海军的舰队过去？所以这个就是现代化战争，它的态势感知，用它的一体成型的头盔，马上就告诉你我有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如果不行，我自己去打的话，我要面临的风险是什么？电脑马上就告诉你清清楚楚。再来，你从头开始看，就知道说这个飞行员已经不是那种，他有点像是黄金战士。他像黄金战士一样，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所有的讯息都在他的眼前，然后他的处理的能力，他的电脑都是超级电脑。现在 F-35或是歼35的电脑都属于超级电脑的层次了。再来呢，它降落在航舰上面的时候，它的这个机翼可以折起来，为什么？节省空间，让更多的飞机可以停进来。到了尾部，它有像这样子的逆中的引擎喷口，
可以让它的尾焰，也就是火焰降到最低，减少红外线的那个讯激的散发。那翻过来看它肚子，你就可以看到它可能有什么霹雳10型短程飞弹，或者是霹雳15中程飞弹，甚至未来还有可能会配备霹雳21超远距离飞弹。在这些飞弹的加持之下，你就会发现说，它是一个不必跟你格斗，也就是说我不必跟你近身搏斗，但我就可以在战场上配备超级电脑，就可以控制整个战场。这就是第5代战机的作战观念。好，我们讲完了它的先进的程度，当然我们就回到现实面来讲，单一武器系统非常的先进，可是训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就算它是成军，它的成熟期要8年，最少要8年才会成熟。美国任何一项系统都超过了8到10年才会成熟。现在蓝沙上舰了，然后就传出说有跨3航舰部署的概念。什么叫跨3航舰？跨3航舰就是我们现在有3艘，我们有辽宁号、山东号，还有福建号，这3艘我们可以3艘航舰都去。这观念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因为这是一架必须由电磁弹射升空的战斗机。如果今天它到了没有电磁弹射的前2艘，叫山东号跟福建号这2艘的时候，它的运作能力会大受打击。了解吗？就是说，你既然已经是配合的电磁弹射的系统的飞机，你就回不到那个原始的只能滑跳弹射，连蒸汽弹射都没有的系统。所以这个议题是假议题。我们现在放眼望去，是希望歼35蓝沙它真的能够完成解放军这个远大的目标跟那个它的使命，而不是去制造一个新的话题，说它可以部署到另外2艘的航舰上面去，那是错误的观念。那个讲这个话的人叫做军盲，根本不懂才会讲这种话，所以不可以再部署到更旧的航舰上面去，它只能到未来更新的，甚至核子动力航空母舰，才是它发挥它的能力的时候。所以大家要晓得说，将来它如果真的能够顺利的成军的话，它还有好一段的时间来历练。但是我觉得中国能够跨出这么一大步，真正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可怕而对等等量齐观的对手的威胁，这个是值得鼓励跟肯定的。好，这谢谢丹哥，这是特别来自于这个歼35蓝沙，特别就这个空中战力，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那海上呢，搭配着海上，我们有看到哪一些武器？中国首艘的，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画面哦。076型的2栖攻击舰四川号，这一次呢也在南海终于试航了。被视为是直接变身成准航舰，原因就是因为它直接跨入了这个航舰的技术门槛，有电磁弹射跟拦阻系统都上舰，而且说可以操作歼35哦。那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再只是2栖舰，还搭配了还具备的条件，包括2栖舰跟轻型航舰之间的这些战力它都有，那同时自带空优。再来就是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哦，对上美日菲的肩并肩，中国大陆这次出动的这个航母啊，主力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了有14艘的主力舰之外，这当中包括辽宁舰、05大驱、05二 D， 还有2栖攻击舰、补给舰，总吨位是20万吨，被视为是根本就是包饺子式的，针对于美日菲的演习做围堵吗？那05这一次上面呢，还特别让它展示了试射它的YJ-20高超音速反舰飞弹，射程最高达到2000公里，速度5马赫哦。所以怎么看中国现在打造这种航舰体系的一个夺岛作战吗？这么大的一个体系，这个介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事实上，这个所谓的肩并肩演习啊，17000人，这比去年多1000人啊。其实它是每年例行的。那我们中国大陆这一次这个做很大的动作哈，主要很多军事专家看法是借这个敌军的出现哈，在练兵，不是说要威吓或者说要进行作战的态势，其实最主要目的在做大兵团的这种大水域的这种联合作战，因为这个包括这个虽然没有陆军啊，可是海空，然后还有登陆陆战队，
那而且是大兵团的，有包括航母，有包括05大区、054A、054D、052A， 对，然后潜舰，然后这些航母上面还有搭载，当然还有搭载这个舰载机，对，那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作战体系。你如果说不集结这么部队的话，你可能很难实际去操演。那这种操演它一定有它的这个所谓的想定，也就是作战的科目。它要达成这种科目，就不是1、2艘军舰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的，是十几艘军舰，然后几十架飞机，在一起联合作战。那这个培养的什么？培养是指挥体系，那一些指挥的官员。对于这些船舰上的官兵来讲，反正我是看雷达的，我就很清楚我做什么。我是操作火炮操作的，我是飞弹操作，那你叫我按我就按。可是这么多军队在打的，这么多自己友军在打的时候，那个指挥官是谁？那个指挥的幕僚团是多少人？这个才是真正在演练的最重要的项目。因为中国大陆很多都是新成军的，说实话，你这去的，比如说四川号，对不对？076第一次亮相，怎么跟大家合作？对，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作战体系上，你把这一艘船放进去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一次大家不要把这个动作看得太小，针对那些美国、日本菲律宾这些，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发展一个中国的一个体系化的作战。那整个看起来中国海军这个现在以自己的战备，就是说自己的实力来讲，我觉得它目前大概有3个主要的大的一个这些功能也就是它的使命。第一个区域拒止，它要封锁哪个区域的时候，这些船舰通通可以发挥作用。那要把比如说日本东部的水面把它区域拒止，或者台湾东部水面的，或者南海就是说从关岛到台湾这个中间的水域，我把它区域拒止化，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可是要演练。第二个是什么呢？夺岛作战。夺岛作战，那不是只针对台湾我认为包括琉球的，甚至包括日本，这些要进行两栖作战，那更不要说菲律宾了。这么多这些夺岛作战，那你不演练一下，你怎么行呢？是。再接上什么？国土防卫。国土防卫就变成，如果中国大陆，比如说包括大陆认定的台湾在内，发生军事的问题的时候，有军事的变化的时候，那中国大陆这么多的军舰，它要能够进行防卫，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系统性的，而且是有这种战略而甚至战术战略目的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兵团演练。所以呢，我觉得正好今天已经给他这个机会，要不然也不会找到一个正好的时机。然后你打仗的时候，你还要收集情报对，那正好呢，这些什么美军、日军都出来了，你就给我收集看看对不对？你那空警500，你平常讲空的，你给我收集点情报回来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宋志哥怎么看呢？相较于去年的歼灭歼，其实中国大陆其实只派了几艘就是包括有电子征收的船。那么，但是我特别要注意的部分，我觉得真正要了解整个中国大陆的跟我们台湾的关系包括这些演练，我觉得还是去年年底的这个正义使命一般分析讨论不多，但是其实是很恐怖的。他们是每天有14艘不同的在这个演练，每天换来换去这样子，然后还有海警船，我们这次其实没有看到，记不记得海警船？然后它还有包括两栖征收有4艘固定在这个联合利剑，只差这个航空母舰了。所以在去年的部分年底当中，是陆海空包括两栖，然后所有连海警，这是一个大套餐，在整个正义使命的演习当中，还有渔船，在几百公里当中，几千艘渔船。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要看而且公认是真的是最大规模的也又因此说，如果对于台湾真正的威胁会能做到什么？其实当然没有全套餐，因为航空母舰没有出来，只剩航空母舰有没有出来了。但我们必须得说，你就会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所有做的这一切呢是干嘛？就是说让你体会到这10几年来中国大陆军事方面新科技的整合真的是吓死人，甚至我认为赢过美国。第二个，体系化作战作为核心的设计是过去没有思路的。虽然过去美国也有跟俄罗斯有他们自己的这种陆海空的搭配的军事思路，可这个新的体系化作战，这2个到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包括这次去南海也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头又是奠基于什么呢？中国大陆只有中国大陆隐隐赢过美国、俄国的它的制造业，特别包括军事的制造业当中，整个生产力你是没有办法匹配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我认为是赢的哦，是什么呢？是中国大陆现在从研究所、大学到包括机构，包括国资企业，包括去生产这些军事武器，包括民间继续来做。这个整个体系化的生产系统，从研发跟中国、跟美国现在当中还是几个大巨头，军工业的大巨头手上，他们当然很厉害，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些体系就让中国大陆现在生产出每一样的系统，陆海空都是。我个人认为，现在海军啊、导弹跟新型的无人机、雷射电磁炮，中国大陆应该已经赢了啦。包括，但是只是说国际间这些军事的这个评鉴是还是蛮吝啬的哦。但是我们看，他们现在针对的是所有你美国都有的陆海空的一切，日本你都有的一切，俄罗斯你都有一切，欧盟都有一切，全世界各军事强国拥有的一切，中国大陆全部都有。远中近包括导弹，我自己是导弹迷哦，所以它从远中近当中来讲，现在东风40亿能够打到全世界或美国的本土任何地方，可以15000公里，所以就知道这个东西就不只是我们看到现在海面上的一些，现在这只是这次在那里看到的只是海军一小部分的而已，但整个中国大陆的全世界的这个战略，作为一个具攻击性的防御战略，我认为这是中国大陆现在解放军建军跟所有这些武器当中的最核心。好，谢谢上次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